为了尽快结束俄乌战争，泽连斯基不仅再次呼吁取消武器使用限制，更是希望欧美国家在乌克兰西部设立禁飞区，帮助乌克兰进行防空。同时，乌军凭借出色的 DIY 能力，为无人艇加装 BM-21 火箭炮，为 M1 坦克穿苏联爆发装甲，使反击愈发强势。此外，为了对抗部署大量俄军战略轰炸机位于北极地区的奥联亚空军基地，美国向加拿大批准出售价值9460万美元的 JDAM 尾部套件，并向欧洲司令部派出4架战略轰炸机。欧洲各国也纷纷提高自身力量进行防范。精彩资讯即将开始。自军援重新步入正轨后，乌军使用英国的暴风阴影、法国的 SCLP-1G、美国的 ATACMS 武器，轮番轰炸了俄军前线多个高价值的基地、机场等目标，展现了强大的进攻能力。如5月20日，乌军使用 SCALP-1G 导弹袭击了距前线160公里的卢甘斯克多夫詹斯克的俄军南部军区指挥所。此次打击造成俄军至少13名士兵死亡，26名士兵受伤。其中包括俄南部军区司令根纳季·阿纳什金上将。值得注意的是，去年7月份，俄军南部军区的副司令佐科夫中将就已被暴风阴影导弹击中身亡。可见，俄军不管多大的关，都逃不过乌军导弹的打击。考虑到乌军导弹的射程，火力军甚至觉得，今后俄军指挥所要么花费大代价部署更多防空系统，要么直接远离前线，躲得远远的。令火力军感到可惜的，各国军援的导弹都被加了限制。目前还不能用于打击俄本土的目标。对此，泽连斯基近期在接受采访时再次呼吁，欧美盟友们取消限制，允许他们的武器在俄罗斯境内进行打击，以便快速结束战争。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目前英国、拉脱维亚等国已经允许使用援助武器袭击俄本土军事目标，而法国目前仍含糊不清，与马克龙出兵援乌有些行为不一。美国方面其态度至今未变，依旧保持反对。不过5月20日时，美国前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有权对俄本土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美国及其盟国应该支持乌克兰这样做。5月21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也向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发出呼吁，希望允许乌克兰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利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战略目标。同时还要求提供额外的 F-16 飞行员培训和防空系统。由此可见，乌军离使用军援武器打击俄本土军事基地的目标又近了一步。其实想想看，泽连斯基有解除使用限制这种要求是可以被理解的。毕竟看着俄军在边境集结，从俄本土向哈尔科夫等地发射炮弹、导弹，乌军若是只是被动挨打而不能将其摧毁，那还怎么获得最终的胜利？因此，泽连斯基和乌克兰最高国家安全官员都强烈要求美国取消禁止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命令。此外，泽连斯基还呼吁欧美国家在乌克兰上空设置禁飞区，帮助乌克兰进行防空。我们知道，由于乌军缺乏足够数量的防空系统，是存在防空漏洞的。于是就在5月14日，乌克兰带着前北约秘书长安德斯·福格拉斯缪森一同提交了一份长达10页的文件，其内容就是要在7月中旬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提议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来拦截俄军导弹和无人机。不过，禁飞区提议在5月21日遭到了德国总理舒尔茨严厉批评，他称在乌设禁飞区是危险言论，会将德国和北约拖入战争。其实，设立禁飞区的提议从俄乌战争刚开始就被提及，只是一直未能成功。即便当初俄军导弹突入波兰境内，也未引发北约成员国的积极应对，因为北约各国都清楚，一旦北约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必然会将进入乌克兰领空的俄军战机击落，这相当于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发生冲突，届时欧洲和美国必将卷入战场。而且普京此前也发出过警告，俄罗斯会把任何设立禁飞区的国家视为冲突的参与者。因此，即便到了现在，北约和欧盟都表示不会考虑禁飞区提议，德国自然也不例外。而且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德国虽然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援乌国家，但他们的援助仅限于防御。金牛座导弹提了又提，依旧没能通过，其明显是在避免直接与俄罗斯发生冲突。虽然禁飞区没能设立，比较遗憾，但乌军近期的反击表现却是越来越强势了。
首先是日程，5月20日上午，一架乌军无人机再次袭击了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巴沃夫纳的炼油厂，导致一座储油罐起火。俄罗斯国防部声称，20日上午，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上空摧毁了7架乌军无人机，炼油厂没有受损，是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的碎片引起的小火灾。这些火力军已经见怪不怪，但是火力军注意到乌军无人艇又有了新动作。之前乌军通过魔改成功将273空空格斗导弹装在了无人攻击艇上，形成了对抗俄军的新空中拦截力量。如今乌军再次凭借出色的 DIY 能力，成功为海洋宝贝无人攻击艇加装了2具3联装 BM-21 火箭发射器，且正积极参与作战行动，成功从海上打击了靠近第聂伯河出海口的金伯恩沙嘴上的俄军阵地。那么这款海上冰雹的性能如何呢？ BM-21 冰雹火箭炮系统本就以破坏力和多功能性而闻名，而海洋宝贝的紧凑尺寸、高机动性和较低的雷达能见度，使其成为对海上目标发动突然袭击的理想平台。两者结合，好处自然不少，主要是可以对俄军舰艇进行快速意外打击。如可以凭借海洋宝贝的隐身能力，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接近俄军目标，从而选择进一步的行动或撤退，战略意义加大；或是在接近后，凭借火箭炮的覆盖打击，迫使俄军舰艇进行近距离交战，进行以小博大的战斗。同时，将 BM-21 安装到无人攻击艇上，说明乌军已经掌握了相关技术，如修改火箭管以适应无人艇的尺寸，并确保发射机构能够在海上环境中有效运行。而这种武器演变也将改变了无人攻击艇的作战方式，使其不再只针对俄军的水面舰艇，也可以部署在俄军机场、士兵集结地等目标区域，对俄军造成损失。据乌克兰特种部队内部的消息人士称，这种配有 BM-21 火箭炮的海洋宝贝无人攻击艇在与俄军交战中效果拔群。据俄罗斯电报频道俄罗斯武器传播的信息显示，该武器拥有约10公里的目标打击能力。不过乌军表示，可以通过调整发射管的仰角，从而使射程延长至15公里，增加打击范围。总之，配有 BM-21 的海洋宝贝无人攻击艇增加了乌军海上作战力量，十分符合乌军的不对称战争战略，使乌军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最大限度消耗俄军力量。在前线战场，火力军还注意到乌军正在努力加强美国提供的 M1 主战坦克的防护能力。X 平台名为乌克兰阵线的账户分享了一张加装爆炸反应装甲的 M1A SA 照片。在照片上，我们能明显看出，在 M1 坦克车身正面安装了苏联的接触1型爆反装甲，而且这些爆反的颜色不一，应该是来自不同型号的俄军坦克。在 M1 车体两侧则采用了美国标准的 M19 爆反装甲，每侧各32块。这些爆反装甲的加装提高了 M1 对于各类反坦克武器的防御力。之所以加装，主要是因为乌克兰版本的 M1 坦克正面装甲无法抵挡俄罗斯的反坦克武器。迄今为止，据保加利亚军事新闻22日报道称，乌军已经损失了美元31辆 M1 坦克中的8辆。其实，乌克兰版本的 M1 坦克型号为 MA1 SA UKR， 即泰式感知乌克兰型。根据乌克兰透露称，其车辆全重超过60吨，采用的是定制款的乌克兰型装甲包，而非美国陆军使用的重型装甲包，或者波兰陆军使用的改进型外国军售装甲包。之所以如此，大家懂得都懂。值得注意的是，从视频中可以看出，乌克兰的 M1 坦克并没有安装美军的蓝军跟踪系统，因为 BFT 的卫星天线一般会安装在炮场径右侧或者炮塔尾部右方天线基座上，同样也没有安装美军的旅级以下战斗指挥系统的 GV5 电脑终端，或者新的联合战斗指挥平台的 MFOCS2 电脑终端，因此缺乏一定的战场管理能力。但乌克兰 M1 坦克的火控系统有所升级，可以为车长提供另一种火控备份能力。与波兰版的 M1A1 FEP 相比，乌克兰的 M1 坦克炮塔左后方安装的是旧型 2KW 外部辅助动力单元，而非新的 3KW 型外部辅助动力单元。除此之外，乌克兰的 M1 坦克也不像美军的 M1A2 SEPV3， 车体尾部右方没有安装有倒车传感器系统，因此驾驶也缺乏一定的态势感知能力。为了对抗部署大量俄军战略轰炸机，位于北极地区的奥联亚空军基地，加拿大和欧洲各国开始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5月21日，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加拿大出售价值9640万美元的 JDAM 尾部套件，以提高加拿大部队的作战能力。
我们知道 JDAM 套件最大用处就是将非制导炸弹转化为精确制导弹药，从而提高作战效率。而此次加拿大的采购包括了690个 JDAM KMU 572尾部套件、75个 KMU 556套件以及25个 KMU 57套件。其中 KMU 572尾部套件专为中型炸弹而设计，如 MK882 在加装后就能接收 GPS 信号，以高精度导航姿态打击目标。KMU 556尾部套件比较适合大型炸药，如 MK84 或类似口径的弹药，它能提供与 KMU 572相同的 GPS 制导能力，适合打击更大、更坚固的目标等。最后的 KMU 557尾部套件主要用于转化大型炸弹，特别是如 BLU-109这种掩体破坏炸弹，因为它能够引导炸弹在引爆前穿透加固的防御系统，适合攻击硬化或地下目标。此外，加拿大的此次采购还包括有激光照明目标探测器、FMU-139 引信武器支持设备，以及备件和维修服务等。除了加拿大这个美国北面的关键盟友外，美国还向欧洲司令部增派了4架战略轰炸机。据俄新社5月21日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里克·莱特称，美国也按计划向英国派出4架 B-52战略轰炸机，未来将与北约盟国和地区伙伴一起进行训练和演练。首先，近期非常主动的法国，为了解决小口径弹药对外依赖问题，他和比利时在巴黎签署了一项生产小口径弹药的协议，即法国将从波音工厂购买小口径弹药，然后帮助法国建立一条生产线。据法国武装部队部长介绍称，近20年来，法国一直从以色列公司 IWI 和巴西公司 CDC 购买弹药，后者于2007年收购了德国拿骚的 MEN 弹药厂，并于2009年收购了捷克弗拉西姆的弹药厂。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法国与这些弹药伙伴关系变得不确定。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这才有了此次合作。其次，斯洛伐克也宣布打算购买104辆新的主战坦克。目前具体细节虽然很少，但许多军火商都在关注这方面的消息，想要拿下这个潜在订单。目前，斯洛伐克的装甲部队使用的坦克主要是 T72M1 和豹 A4， 前者在斯洛伐克数量最多，但老了就老了。加上斯洛伐克国防部现代化部门的雅各布·莫尔切克上尉证实到 ，T72M1 的升级计划已被取消，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退役。除了 T72M1 外，斯洛伐克还以向乌克兰转让30辆 BAP-1 步兵战车为代价，从德国换来了15辆豹 A4 坦克。虽然豹 A4 比 T72M1 更现代化，但由于备件供应有限，可能会面临长期维护问题。若是按照目前的北约标准，这些坦克正在变得过时，更适合当作支援角色或作为训练车辆使用。因此，斯洛伐克就有了采购新坦克的想法。那大家觉得斯洛伐克会购买哪款坦克呢？首先是向美国购买 M1 坦克，因为与斯洛伐克邻近的罗马尼亚和波兰都有 M1 坦克，它们之间存在很大的互操作性。而且 M1 坦克性能不俗，120毫米滑膛炮、计算机化火控系统和先进的复合装甲，使其成为战场上的大杀器。其次是通过种种渠道购买豹 A1， 虽然价格高，但耐不住人家性能好啊，而且还能与德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豹 A7 与之前型号相比有了显著改进，增强了防护、数字化战场管理系统以及应对高强度和低强度冲突的能力，配有120毫米滑膛炮和先进的复合装甲。最后，若是美国、欧洲坦克都买不到，韩国的 K2 也是不错的选择。由波兰打头，清楚知道韩国坦克具有交付速度快、价格更具吸引力等优势。在性能方面 ，K2 是韩军新一代主战坦克，配备120毫米滑膛炮和自动装填机，每分钟可发射多达10发子弹。此外 ，K2 还拥有独立悬挂系统、1500匹马力的柴油发动机，以及用于探测来袭射弹的毫米波段雷达。因此 ，K2 也有不俗的机动性和防护能力。除此之外，有消息称，欧盟还正积极推动6月底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综合各方消息，欧盟和乌克兰外交官正努力说服匈牙利同意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有消息称，有5名外交官表示，目标是要在6月25日启动正式谈判。之所以定在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是因为匈牙利将于7月1日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如果时间拖到7月之后，那么2024年下半年乌克兰入盟谈判会变得非常困难。目前，乌克兰已经根据匈牙利外交部长彼得·西亚尔托提出的11点要求进行了改变，目前正在等待匈牙利的回应。
综上所述，美国及其盟友们都在积极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以应对来自北极圈的俄军威胁。近日，德国相关媒体表示，英国大力发展无人机防御系统，试图成为这个行业的全球领导者。英国国防部近期公布了一种叫龙火的新型激光武器，只需要几便士就能够击落整个无人机群。英国国防部表示，这种武器有极高的精度。这个精度相当于在1公里之外击中硬币大小的目标，并且使用成本很低，发射10秒钟的成本相当于一台普通加热器工作1小时。英国国防部声明，这是一种突破性的新型武器，它能够发射电波，让敌方的电子设备失灵，一次性摧毁多架无人机。伦敦方面表示，该武器可以用于识别、跟踪和消除陆地、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威胁。目前，这种武器射程为1公里，但军方正在努力扩大射程，在这个夏季将会对整个系统进行全面测试。据相关报道，近日，美陆军参谋长宣布，4台最新高功率微波原型机已经交付给了美国陆军，随后就将派遣到中东进行实战测试，用来对抗无人机群。这代表着军事技术的一大进步。美陆军发言人巴特勒上校表示，一旦完成所有程序的审批，这些高功率微波原型机将运往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士兵、开发者和测试者在真实的战场环境中使用并优化这些装备的性能，在未来减少无人机以及其他空中威胁。相关人士表示，现在是最佳时机，让士兵在真实威胁和战争条件下测试这些系统。据相关报道，近日，美国太空司令部发布消息，俄罗斯发射的宇宙2576号卫星在轨道上追踪美国的间谍卫星。经过美军的评估，这颗俄罗斯卫星是一种反卫星武器，认为这颗卫星具有攻击其他近地轨道卫星的能力。根据了解，俄罗斯联盟号运载火箭近期从普列谢茨克射场发射升空，在近地轨道上部署至少9颗卫星，其中就包括宇宙2576号卫星。有相关报道称，截止到目前，并没有发现2576号卫星靠近美国卫星，但美军相关人士表示，美军间谍卫星 USA-314 相当于一辆巴士大小，俄罗斯的宇宙257号卫星和它处在同一轨道上，不排除俄有追踪和攻击的意图。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乌克兰为了尽快结束俄乌战争，呼吁的解除武器使用限制、设置禁飞区，以及应对俄军北极圈的威胁，美国及其盟友们积极提升自己军事能力的做法，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